住豪宅，出入豪华轿车，享用丰盛美食，喝的是高档美酒，玩的是高尚娱乐，打高尔夫球，拥有私人游艇，出国坐头等舱，甚至拥有私人飞机，这些都是金钱买得到的。但这些昂贵的享受就能给你带来快乐吗？金钱能买到快乐吗？答案出人意外。最新的一项调查显示，新加坡富豪即使腰缠万贯，对生活仍不满意，依然生活在不快乐当中。原因是什么？最快乐的富豪又在哪里？不光彩的第一。总部设于日内瓦的一家私人银行的一项调查显示，与亚太其他地区的富豪相比，新加坡的富人对目前的工作与生活平衡最不满意。在新加坡可投资财富超过100万美元的人中，只有30%的人对工作与生活的平衡感到满意。这是瑞士龙奥集团 Bank Lombard Odier SA 调查的7个国家与地区的高净值人士中最低的。换句话说，有70%的新加坡富豪是生活在不快乐之中。按最近出炉的全球财富报告2023，新加坡的百万富翁达33万2千人。按照这个比例，约有23万2400位富豪生活并不快乐。瑞士龙奥集团2023年亚太地区富裕人士研究显示，新加坡的百万富翁群体不满意的部分原因是工作时间太长，26%的新加坡人回答说，他们经常加班。根据总部位于伦敦的灵活办公空间公司 The Instant Group 的研究，在亚太10个地区中，新加坡的工作时间是最长的。这是新加坡在获得无数个第一荣誉的同时，又获得的不光彩的一个第一。经常加班是为了追求更多的财富吗？还是人在江湖，身不由己？新加坡的法定工作时间是每周44小时，但对于一般低薪工友来说，想要获得更多薪水，唯有加班。至于执行级员工，就没有 OT 拿了，他们也许还得随时待命。下班了还需实时查电邮、回简讯，甚至临时出勤，严重影响个人作息。快乐的富豪在哪里？2023年11月2日发布的这项研究显示，最快乐的富豪来自泰国，以 72.7% 的比例位居榜首，其次是澳大利亚、菲律宾、香港、日本及台湾。该银行是在今年5月至6月期间，对新加坡、香港、日本、泰国、菲律宾、台湾和澳大利亚的460多名高净值人士进行了调查。那么，究竟快乐有价码吗？要多少钱才能买到快乐呢？世人对这个问题充满了期待。幸福成本知多少？早在2010年，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就曾对财富与快乐做过一项研究，得出来的结果是，人们的幸福感会随着收入增加而递增，但这种幸福感会在年收入达到7万5千美元时封顶。这项研究的调查对象是美国人。8年后，美国普渡大学又根据全球数据进行类似研究，算出了一个介于6万美元到7万5千美元的最多幸福的价码。后来，澳洲货币交易公司 S-Money 在以这份研究为基础，考虑了各国货币汇率及当地购买力后，给每个国家算出了各自的幸福成本。根据计算，截至2023年，新加坡的幸福成本是7万5320美元，约10万2570新元的年收入。这是个巧妙的平衡点，也是古人提倡的中庸之道。少了嫌不足，多了又过头了。据华尔街Chief24在今年6月发布的报告，新加坡的人均收入是10万2450美元，也即是超出了幸福成本。换句话说，一般国人并非处在刚刚好的快乐之中。但是，据新加坡统计局今年2月9日公布的2022年住户收入主要趋势报告显示，本地受雇居民的人均月入中位数为3287元，也就是有一半以上的居民与幸福指数还有相当的距离。另一方面，网上投资平台 Moomoo 今年3月公布的针对新加坡女性投资者的理财调查报告显示，新加坡女性担心退休后钱不够用，多达 41.7% 的受访女性没有信心能达到财务自由退休目标。她们也认为在经济保障方面不如男性。考虑在70岁或以上才退休的受访者有 14.3%，
因为他们担心通货膨胀和生活开销上升，不再盲目追逐财富。不过，根据龙奥集团的报告，人们认为在亚洲即将发生的大规模财富转移中，年轻一代将摆脱工作就是生活，生活就是工作的心态。新一代的年轻人不再孜孜不倦于金钱与物质的追求，这或许才是更有意义的人生。友邦新加坡 AIA Singapore 就有调查显示，新加坡人更倾向投资个人的身心健康，而不是只关心如何增加财富。随着新加坡以跻身高收入国家之列，人们或许已进入后物质主义阶段，追求的事物和过去有所不同，也更珍视生活与工作间的平衡。新加坡大华银行今年10月发布的亚细安消费者情绪调查显示，超过80%本地雇员希望公司能落实某种形式的灵活工作安排，他们也更看重雇主能否给予心理健康支援。约70%的受访新加坡上班族满意雇主提供的心理健康支援，但与本区域高达81%的雇员满意程度相比，新加坡雇主在这方面仍有很大的进步空间。在最近公布新加坡携手前进报告时，领军第4代领导班子的副总理兼财政部长黄循财就指出，新加坡梦不仅是物质上取得成功，也包含在所做事情中感受到的成就感、意义与目的。他坚信更新后的新加坡梦会更少关注小我，更多关心大我。每个人不是自求多福，而是同舟共济。好了，这一期的节目就分享到这里，请点赞、订阅、分享，我们下期再见。